成长有两个途径，上课和上当。不上课就会上当。认知呢也有两个途径，教育和教训。不被教育就被教训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互动学堂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很多人呢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如何改变命运呢？我们在心智模式的课程里边，给大家一个命运改变的练环。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哈，从哪里开始？对，改善你的心智模式。因为有什么样的心智模式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就产生了行动，行动累积在一起，就变成一个人的行为模式，而行为模式固化之后，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人的习惯，而习惯的经年累月、长期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变成了一个人的性格，而性格最后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也就是说，在整个练习过程当中，你不管如何改变你的想法，如何调整你的行为，如何去改变你的行为模式，如何改变你的习惯，但如果你不改变心智，根儿没有解决，最后命运也不得改变。有改变，暂时的，不是永远的。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，但没有永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从心智模式出发。有的人说，艾蒙老师，我想走一个捷径，改变根的部分比较长久，要经年累月，而且我这个人呢很难改变，我尝试了很多改变的行为，到现在都不得其果。那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，在你改善心智模式的同时，可以做一项最重要的调整。心智模式如果绕一个圈儿，离命运比较远；如果直接改善心智模式，离命运比较近。在整个的练习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离命运比较近的，除了心智模式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你的性格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如何聪明的了解自己，智慧的认识他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性格的测试。很多人呢都多多少少了解自己，很多人呢觉得对他人也有充分的了解，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个人不是我以前了解那个人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有时候你甚至不了解自己，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？我怎么做出这样的事，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会进入这种天窗当中。在4个矩阵里边，第一个矩阵是别人知道你也知道，这是开放性的。第二个呢是别人知道你不知道，有时候别人了解你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。那第三个呢是你自己知道，但是别人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区域是别人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一个看似熟悉，但实际是未知的神秘的领域，那就是性格的领域。当你了解了自己的性格，也了解了别人的性格，你就能聪明的了解自己，智慧的认识他人。不管在团队里边伙伴如何相处，在单位里边同事在一起工作，还是在家庭，还是在社会，会让你如虎添翼，左右逢源。最重要是你会减少烦恼，得到快乐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呢把笔和纸准备好，盯住大屏幕，我们开始做测试。这是一个价值$2000的测试，它非常的珍贵。这个测试题呢不是我发明的哈，这项技术源于古希腊3000多年以上的智慧，让我们一起借助古老的智慧，开启我们未来的旅程。好了，各位准备好笔，准备好纸，
现在呢，来看大屏幕。这是第一道题，我们先说明一下哈，我们总共有40道题。这4道题呢，你要在每一个题后面有4个备选答案，你只能选一道题。每一道题后面有相对应的字母，你在后面做一个记号。等4道题全部测试完之后，你再进行统计，每一个字母有多少个。我们看第一道题。第一道题呢有4个选项，这4个选项都是描述你的。你觉得每一个都比较像你，但是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都好像描述你，但你觉得哪个最像你，最精准的描述你？你说老师，我觉得都像，那你只能选这一个。你说老师，这2个呢，我比较矛盾，我既像这个又像这个。如果你实在拿捏不准，那你想一下，你的父母的眼里、朋友的眼里、另一半的眼里、家人的眼里，或者非常熟悉的眼里，你是什么样的，你就选那个就对了。比如说，第一个，冒险精神，对新事物下决心去做。如果你选择这个，后面相对应字母就是 C。如果你觉得3最确切表达你，适合你，平时你也是这样的人，表现生动多手势。如果你选择了3，后面相对应的字母就是 S。选择哪个呢？在后面相对应的字母挑一个勾，然后最后统计 C 有多少 ，T 有多少 ，S 有多少 ，M 有多少。每道题呢，我们放的时间呢比较短，有一些呢是看手机，有的人呢可能是不太灵光哈，然后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每道题呢我会念一遍啊，至少念一遍哈，但展示也比较短，大家要在固定的时间之内迅速把题做完，做完整了，最后我们分析的时候才能够准确。好了，第一道题：1. 冒险精神，对新事物下决心去做。2. 适应程度，轻松自如，融入任何环境。3. 生动表现，表现生动多手势。4. 分析能力，准确知道所有细节之间的逻辑关系。请选择。第二道题：1. 持久力度，完成一件事后才接受新事。2. 娱乐程度，充满乐趣与幽默感。3. 说服能力，用逻辑与事实服人。4. 抗干扰力，在任何冲突中不受干扰，保持清醒的头脑。请选择。第3，1. 包容程度，易接受别人的观点，不能坚持己见。2. 牺牲精神，为别人利益愿意放弃个人意见。3. 社交能力，认为与他人相处好玩，无所谓挑战与商机。4. 意识强烈，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。请选择。4. 1. 体贴他人，关心他人的感觉与需要。2.
控制能力，控制自己的情感，很少流露。3、竞争能力，把一切当成竞赛，总是赢得一切。4、信服能力，因个人魅力或性格使他人信服。请选择，每道题只能选这一个哈。第5，一，清新振作型，给周围的人呢清新振奋的刺激。2，尊敬仰慕型，对人诚实尊重。4，封闭保守型，自我约束情绪和热忱。4，聪明机智型，对任何事情都能快速做出有效反应。好，请选择。在你选择的后面字母画一个勾，这样你知道每个字母有多少个，最后编辑统计。好，第6道题。一，满足感觉，容易接受任何情况和环境。2，敏感程度，对旁边的人和事儿十分在乎。3，自理能力，独立性强，机智，凭自己的能力去判断。4，生动个性，充满动力和兴奋。请选择。好，看第7题。一，计划能力，事前做详尽的计划，依计划进行工作。2，忍耐程度，不因延误而懊恼，冷静且容忍度大。3，积极程度，相信自己有转危为安的能力。4，推广能力，动用性格魅力或鼓励推动别人参与。好，请选择。第8道题。第一，把握程度，自信，极少犹豫。2，灵活变动，不喜欢事先计划或受计划的牵制。3，按部就班，生活与处事均依时间表，不喜欢受到干扰。4，害羞程度，安静，不易开启话匣子的人。请选择。好，来看第9道题。一，有条理性，有系统、有条理的安排事情。2，迁就配合，愿意改变，很快与他人协调配合。3，直言不讳，毫无保留，坦率发言。4，乐观自信，自信任何事情都会好转。来看第10道题。一，友善性，不主动交谈，经常是被动的回答者。2，忠诚性，保持可靠、忠心、稳定。3，趣味性，时时表露幽默感，任何事儿都能讲得惊天动地的故事。4，强迫性，发号施令者，他人不敢造次反抗。好，请选择。第11道题。一，勇敢程度，敢于冒险，下决心去做。2，愉快心情，带给他人欢乐，令人喜欢，容易相处。3，外交能力，待人得体，有耐心。4，讲究细节，做事秩序井然，记忆犹新。好，请选择，每道题只选择一个答案，
这个答案呢是最接近你、最像你、最精准的描述你。如果你亲自朋友来思考一下，在父母眼里、朋友眼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呢只选择一个挑钩后面对应的字母，最后统计40道题，每个字母有多少个，然后再进行总结分析。好，来看下一道题，第12道题。一、振奋精神，始终精神愉快，并把快乐推广到周围。二、坚持作风，情绪平稳，反应永远能让别人预料到。三、文化艺术，对学术艺术特别爱好。四、自信程度，自我肯定个人能力与成功。请选择。第13道题。一、理想主义，以自己完美的标准来设想衡量事物。二、独立精神，自给自足，自我支持，无需别人帮助。三、无攻击性，从不说或做引起他人不满与反对的事儿。四、激发能力，游戏般的鼓励别人去参与。请选择。第14道题。一、情感外露，忘情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，友好，与人娱乐时不由自主地接触别人。二、坚决果断，有很快做出判断与结论的能力。三、尖刻幽默，直接的幽默近乎讽刺。四、深沉程度，认真、深刻，不喜欢肤浅的谈话与爱好。请选择。第15道题。一、调解者，为了避免冲突，经常居中调和不同的意思。第二、音乐性，爱好且认同音乐的艺术性，不单是为了表演。三、行动者，闲不住，努力推动工作，别人跟随的领导。四、结交者，非常喜欢周旋于宴会当中，好结交朋友。好，请选择。第16道题。一、考虑周到，善解人意，能记住特别的日子，不吝惜和帮助别人。第二、固执者，不达目的誓不甘休。第三、发言者，不断愉快的说话，谈笑，娱乐周围的人。第四、容忍者，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和想法，不愿被人左右。好，请选择。4个答案，只选择一个，哪个最精准的描述你？如果你清楚不下来，在朋友眼里、家人、父母眼里什么样的，选择一个，然后挑钩后面相对应的字母，最后4道题一起统计每个字母有多少个，便于我们诊断来分析。好，看下一道题。第17道题。第17道题。一、聆听者，愿意听他人想说的。二、忠心程度，对理想、工作、朋友都有不可言喻的忠诚。第三、领导者，天生的带领者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比得上自己。四、生机活力，充满生机和活力，精力充沛。请选择。第18道题。一、知足常乐，满足自己拥有的，很少羡慕别人。第二、领导型，要求领导地位及别人跟随。第三、图表型，
用图表、数位来组织生活，解决问题。第四，讨人喜欢，令人喜欢，令人羡慕，是人们注意的中心。请选择。下一个，第19道题。一、完美主义，对自己、对他人高标准，一切事物井然有序。第二，和蔼性，易相处，易说话，易让人接见。三、工作者，不停的工作，不愿意休。第四，受欢迎者，聚会时的灵魂人物，受欢迎的宾客。好，现在请各位选择下一道题，第20道题。一、活跃性，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性格。第二，勇敢型，大无畏，不怕冒险。第三，模范型，时时保持自己的言行，尊重道德规范。第四，平稳型，稳定，走中间路线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下一道题，21题。一、枯燥乏味，脸上极少流露出表情或情绪。第二，扭扭捏捏，躲避别人的注意力。第三，华而不实，露骨，好表现，声音大。第四，独断专横，喜欢命令支配，有时呢甚至带有傲慢。好，请选择。下一道题，第22道了。一、散漫型，生活任性无秩序。第二，缺同情，无同情心，不容易理解别人的问题与麻烦。第三，无热忱，不容易兴奋，经常感到喜事难成。第四，不宽恕，不容易宽恕或忘记别人对自己的伤害，易嫉妒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下道题，第23道题。一、逆反心理，抗拒或犹豫接受别人的方法，固执己见。第二，保留程度，不愿意参与，尤其是当事情复杂时，不想参与。第三，怨恨的个性，把实际或想象别人的冒犯经常放在自己的心中。第四，重复特征，反复讲同一件事儿和故事，忘记自己重复多次了，总是不断的找话题说。康乃最像你啊，选了一个。第24道题。一、害怕，经常感到强烈的担心、忧虑和悲戚。第二，挑剔性，坚持做琐碎的事情，要求注意细节。第三，健忘性，由于缺乏自我的约束，不愿意记无趣的事儿。第四，耿直，直言不讳，不介意把自己的观点直说。选择一个。下一道，第25道题。一、喜欢插嘴，滔滔不绝的发言者，不是好观众，不留意别人也在说话。第二，不耐烦，难以忍受等待别人。第三，优柔寡断，很难下定决心。四、无安全感，感到担心却没有信心。好，现在请各位来选择。下道题，第26题。一、不善表达，很难用语言或肢体当众表达感情。
二、不喜欢参与，没有兴趣且不愿介入团体活动或别人生活。第三，不受欢迎，由于强烈要求完美而拒人千里之外。四、难以预测，时而兴奋，时而跌落，承诺总难兑现。好，请选择。第27题：一、犹豫不决，迟迟才有行动，不容易参与。二、难以取悦，标准太高，很难得到满意。三、随意性，不依照方法做事。四、固执己见，坚持依自己的意见行事。请选择。好，看下一道题。第28题：一、悲观，尽管期待好的结果，但往往先看到事情不好之处。第二，自负，自我评价太高，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人选。三、放纵，容许别人做他喜欢做的事，为的是讨好别人，令人喜欢自己。四、平平淡淡，中间性格，无高低情绪，很少表露感情。好，请选择。下一道题，第29题：没有目标，不喜欢定目标，也无意定目标。第二，受冷落，容易感到别人疏离，经常没有安全感，或担心别人不喜欢与自己相处。三、喜欢争吵，容易与他人争吵，永远觉得自己正确的。四、容易发怒，有小孩的情绪，一激动，事后马上又忘了。好，请选择。第3道题：一、漠不关心，不关心，得过且过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二、莽撞性，充满自信，坚韧不拔，但很多时候呢是不适当的。三、消极性，往往看到事物的反面，而少有积极的态度。四、天真，孩子般的单纯，不喜欢去理解生命的意义。请选择。第31题：一、孤独离群，感到需要大量的时间独处。二、工作狂，为回报或成就感不断工作，很少休息。三、需求认可，需要旁人认可赞同，就像演艺家一样，需要观众的掌声、笑声与接受。四、担心，时时感到不确定、焦虑、心烦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第32道题：一、害怕，遇到困难呢就退缩。第二，过分敏感，被人误解时，他感到了冒犯。第三，不圆滑老练，常用冒犯或为斟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。四、喋喋不休，难以自控，滔滔不绝，不是一个好的听众。好，请选择。4个提示当中呢，都是描述你，哪一个最精准，只能选择一个。现在看下一道题，第33道题：一、喜欢多疑，事情或者事实不确定，有对事物呢缺乏信心。二、好擅权，冲动的控制事情或别人，控制指挥权。第三，容易抑郁，很多时候呢这个情绪容易低落。第四，生活紊乱，缺乏组织生活秩序的能力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下一个，第34道题：一、内向型，
思想兴趣放在内心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2. 没有疑义，对多数事情漠不关心。3. 排斥他人，不接受他人的态度、观点和做事的方法。第4，反反复复，善变，互相矛盾，情绪行动呢，通常是不合逻辑的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再看下一道题，第35道。1. 杂乱无章，生活无秩序，经常找东西。2. 容易情绪化，情绪不易高涨，不被欣赏时呢，很容易跌落。第3，含糊语言，低声说话，甚至不在乎说的清不清楚啊。4，喜欢操纵，精明处事，影响事物，使自己得利。36，下一道题哈。1，行动缓慢，行动思想都比较慢，通常呢是懒于行动。第2，容易怀疑，不易相信别人，寻求语言背后的真正动机。第3，比较顽固，决心以自己的意愿来行事，不易被说服。第4，喜欢表现，要吸引人，要做注意力的集中点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第37道题。1，嗓门大，说话声音、笑声总是令全场震惊。2，喜欢统治，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的正确或控制能力。3，懒惰性，总是先估量每件事要耗费多少精力。4，孤僻，需大量时间独处，喜欢避开人群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看下一道题。第38题。1，容易发怒，当别人不能合乎自己的要求，比如说动作不够快时，容易感到不耐烦而发怒。2，做事拖延，凡事起步慢，需要推动力。3，喜欢猜疑，凡事怀疑，不相信别人。4，不专注，无法专心或集中精力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看下一道题，第39题。1，勉强性，不甘愿的挣扎，不愿参与或投入。第2，报复性，情感不定，记恨，并力逞冒犯自己的人。3，做事轻率，因无耐性，不经思考，草率行动。4，容易烦躁，喜新厌旧，不喜欢长期做相同的事儿。好，各位请选择。最后一道题了哈。1，容易妥协，为避免矛盾，宁愿放弃自己的立场。2，喜欢批评，不断的衡量和下判断，经常考虑提出相反的意见。3，太狡猾，精明，总是有办法达到目的。4，善变化，像孩子般注意力短暂，需要各种变化，怕无聊。4道题呢已经结束了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统计一下分数。我们整个4道题啊，每一道题后面有4个选项，每一个选项后面有相对应的字母。现在把你挑过的字母统计一下，在4道题，每一道题只有1个选项，后面的字母统计一下，然后填到这个表里边，
在纸上写哈，整个的选题当中 S 有多少个，把数字写下来 ，M 多少个，把数字写下来 ，C 多少个，把数字写下来 ，P 多少个，把数字写下来。现在只有1分半的时间啊。好，现在请过来统计。统计完之后呢，你还要做个加减法哈。S 加上 M 加上 C 加上 P，就4个字母的数字加在一起，正好等于40，因为总共有40道题。如果不是，你可能哪一段统计错了哈。现在大家呢加过来统计。好，还有最后的30秒钟哈。好，时间到。现在看一下你统计的结果啊，有4个字母，这4个字母呢，分别代表我们的个人性格。当然，有的人呢是4个字母都有，也有个别情况某个字母没有，我们一会儿再讲。刚才我们做的是性格测试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给性格下一个定义。什么叫做性格？性格是指一个人的经常性的行为特征，还有因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这种惯性的行为的倾向。简单来讲哈，性格就是显性的行为特征加上隐性的心理倾向。你说老师，这个性格很像我。你说老师，你说我这个性格，但不像，没关系，那是你隐性的心理倾向，迟早在某一个环境当中遇到某个人，经历某个事儿，你会发作，会表现出来。那现在看一下，大家着急了哈。阿木老师，我到底什么样的性格？有的人在聊天室里边开始发信息了哈，自己到底多少个数字，多少个数字啊？
好，欢迎大家来参与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4个字母究竟代表什么，代表什么性格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？我们先来看大屏幕。好，性格刚才说了，它是指一个人经常性的行为特征，以及因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惯性的行为倾向。再重复一遍啊，它是指我们显性的行为特征，加上隐性的心理倾向。那4字母究竟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你的性格类型了哈。S 代表活泼型，也代表活跃型哈。你提到活泼、活跃两个比较相近的同义词，都指你是 S 型。现在呢 ，S 占第一位的举手，说 S 最多啊，在聊天室里可以互动哈，可以举手，也可以把你的数字发上去哈。S 占第一位的举手，有没有 S 超20个的？你把数字呢发到里面去。哇，有的人30个。好，第二个 M 代表完美型，也叫完善型。M 占第一位的举手，有没有 M 占20个以上的？20分以上的？哇，有这么多啊！好，再来看第3个 C 代表什么？力量型，有时候也称为能力型，但力量跟能力有区别哈。那力量可能更精准一点，正如活泼跟活有区别，活泼可能更精准一点。完美跟完善也有区别啊，完美可能更精准一点，但没有关系。我们谈到活泼活跃指 S， 完美完善指 M， 力量能力指 C。那最后一个就是 P 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和平型，这是平稳型。好了 ，C 占第一位的举手确认一下。哇 ，C 好像举手最多哈。有没有 C 超过20以上的？举手确认一下。好 ，P 占第一位的举手确认一下。有没有 P 占20个以上的举手确认一下？你说老师，我2个一样啊，一会儿再帮你分析哈。如果2个一样啊，什么样的含义？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来简单看一下哈。通常来讲，4种性格每个人都有，但你有个主导性格。比如说你 S 占第一位，你主导性格什么呢？就是活泼型。如果你 M 占第一位，你主导性格就是完美型。如果你 C 占第一位，主导性格是力量型。如果你 P 占第一位，主导性格就是和平型。那每一种性格到底有什么特征？我们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加拿大多伦多上课，白天课程呢正好讲到性格分析，大家非常开心的参加价值2000美金测试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后啊，学员互相讨论，阿木老师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能不能赚到钱？阿木老师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我这种性格能不能干大事儿？阿木老师，你帮我分析，我比较矛盾，我这种性格能不能成功？啊，弄得很晚。结果呢，大家快离开的时候，有3个朋友过来了，一个朋友是我们的会员啊，带2个新人。这2个人一见面，我就发现2个人是愁眉不展，非常的痛苦，不高兴。做了之后，我说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旁边那个
会员说了，两个人吵架，吵了好几年了，但是呢，他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相信我。所以我们老师有堂课，帮他们分析一下，到底什么原因。我这么办吧，你俩先做一个测试吧，大概花了15分钟。4道做完之后，我就开始跟那个男士讲，我说你啊，从性格角来讲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在单位什么表现？你跟朋友在一起什么表现？你在家里什么表现？你经常说话的方式，你的想法，你的行为特征。他太太一开始啊，还这样，两人生气了嘛，看着我，然后慢慢这样，慢慢这样，慢慢这样，惊呆了。然后他非常感动，说：“艾梦老师啊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你说的太准了，他就是这样。”我说只是做初点分析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哈。我说讲你太太，我就讲他太太，在生活当中、家庭，包括对待孩子，包括在外面都怎么样说话方式怎么样。他先生也这样慢慢看着我。我讲完之后跟我说：“安梦老师啊，你比我更了解我太太。”我说不敢，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哈，我也没有看面相，也没有看手相，也没有要他生辰八字。两人说安梦老师太精准了。当然了，两人都了解之后呢，彼此做了一些调整，后来两人重归于好。其实大多数人呢不了解自己的性格。根据全球离婚率进行调查，有的地方离婚率很高超过50%。那最后调查为什么会离婚？两人在一起过不下去了，分了，散了，为什么离婚？在3大案当中，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？对，你都知道结果了哈，有经验的哈。第一个是性格不合，别的都慢慢往后排，最主要是性格不合。所以今天不管是在家庭，还是同事相处，还是你做买卖做生意，还是工作还是学习，性格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性格决定的命运，就这道理。讲到这里，这个 S 型的着急了，尤其大 S 的人，就 S 这个比分超过20的人着急了。艾莫老师啊，快讲讲我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？我 S 30，我是23，我怎么了？赶紧讲我。他着急了吗？活泼型，活跃。那你着急先讲你吧。好了 ，S 占第一位的举手确认一下啊。好，总的来讲 ，S 属于活泼型。记住特征哈，外向、多言者、乐观，这是你主要的行为特征哈。以前我们分析人呢，看人，我说这个人很外向，这个人很内向，非常简单的2元法，要么内向，要么外向，也很准呐。有的时候呢，很精准，就是外向型性格的人，这内向性格很精准。但这种分类呢，可能是简单一点哈，你详细来分。那活泼型的人呢，他性格有外向的特征，同时呢，他是多言者，这种人呢比较乐观。S 型人特点是什么？这种人呢，他们非常的热情，平时很快乐，而且呢朋友很多，他们朋友非常多，喜欢交朋友，而且一见面就是朋友，可以拍胸搭背的哈，当然现在这个阶段不可以了哈，一见面就朋友。
哎，见面的时候呢，哇，好的不得了，刚刚交往一天，好像几十年。这种人朋友多，但有一点哈，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。那不信，你有个事需要帮忙，你在哪车坏了，不想找拖车公司，你想找朋友帮忙，你打个电话啊，一看手机，这么多朋友，一定有人帮我。你打10个电话，不一定有人帮你。朋友很多，但是很少有真正的朋友。这种人到哪个场合呀，说话很大声，好动。他们穿的服装也不一样哈，穿的服装颜色鲜艳，喜欢那种新奇，甚至有点古怪啊，颜色都是大红大绿的花的，到哪打那花儿展，动作也是非常的多，而且表情呢也非常的丰富，像朵盛开的鲜花。这跟完美型不一样，完美型的严肃啊，有时候看不出表情来，对吧？活泼型的人，他们做事呢比较马虎，比如说你跟他约个事儿，他经常容易迟到，而且很健忘啊。这些人经常找东西啊，他一生找东西的时间要比其他3种人多3倍。哎，一会儿手机不知道放哪去了，他找了半天；一会儿钱包不知道放哪去了；一会儿充电器没了；一会儿钥匙居然没了，找了半天找不到。有一次啊，迪士尼乐园接到一个报案，这妈妈把孩子丢了，玩了半天5个孩子带了玩，少了一个，这赶紧报案呢。有个也着急啊，妈妈在那儿非常焦急啊，哇，在那又哭又闹的。结果呢，迪士尼动员了所有的人过来帮他找孩子，每一个景区都要找，还要广播，还有一些义工帮他去找。迪士尼有些水底的项目哈，甚至潜水到水底去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就那个母亲呢，突然笑了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我怎么着不用找了呢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在家里呢，忘带来了。他活跃健忘啊，我还带了4个，还找另外一个。这种人，他们谈事情夸张啊，很夸张，喜欢停留在表面，而且没有条理。比如说，就讲俺们老师这个互动学堂，有的人听了第1堂课，那活跃型的人会怎么说？哇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来了几万人。完美医生说：哪有的事啊，哪有几万人呢？我们学堂没有开放那么多人呢，顶多5000人。有的人更觉得啊，3700人。所以活跃型的不管，他就说嘛，他做事很夸张，什么哇，太棒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绝了。啊，描述一件事情很夸张，没有数字概念，跟完美型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城啊，大多人都死了，他没有具体的概念，没有数字。哇，所有的人都出动了。你看他用的数字都是那种非量化的词，所以他描述的比较夸张，没有条理。这种人呢，他们好动，他们呢特别喜欢别人认可他，他的需要得到别人认可，得到别人肯定和赞美。你要肯定的赞美他，累死都高兴。所以有的人就懂吗？遇到活跃型的人啊，多少满了点需求。我们说话叫人来疯啊，别人越赞美越肯定，人越多，哇，他表现的越活跃，真有时过分的哈。在一个场合当中，不但他能说，轮到别人说的时候，他也是插嘴。这个人最容易插嘴，说一说，他插嘴了。对，我有这感受，然后说他了，你就别说了。所以有时候你跟人讲的事儿比较难，
所以我们在做业务当中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一旦你遇到这种活泼型的人，尤其大 S 的人，你要跟他讲一个事儿，讲生意计划，或讲一个机会，或把他带到这个平台，或者参与一件事情，要记住，一开始暖场之后，你一定要他先讲完。如果他不讲完，你开始讲，通常你是讲不下去的。他不断插嘴，不断插嘴，不断插嘴，而且自问自答。他问你问题，你不答，他给你答，他一答给你说了一大堆。所以有经验的这个业务员，有经验的人，通常跟这人打交道很简单嘛，一见面你不说吗？我就让你说，我让你说到完，我让你说好，让你说够，让你说足，而且不断的问问题，一直让你说你感兴趣的，说到什么程度？说到说累了，我再跟你说。所以这活跃型的人，这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大屏幕，看活跃型的人，那么到底有什么特征，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先思考一下。我们先离开画面哈，大家先思考一下，你是不是活跃型的人？你是不是活泼型的人？你有没有这种场景？有没有这种特征啊？大家自己思考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哈。好，这种人呢，他们做任何事情不加思索，他们往往是先说出来，然后再想。那完美型就不理解了，这个事情怎么这么草率呢？那没办法，他的性格活泼就是这样，他先把事情说出来，然后再想，有时候往往说错了，所以这种喜欢道歉，他们经常喜欢道歉。哎呀，我这又错了，错完之后呢又接着错。所以活泼型的人，他们不喜欢数字，让他们做会计的工作，做统计工作，跟数打交道的，他们不喜欢，觉得很烦。这跟完美型的不一样，完美型的人他喜欢数字，而且经常拿数据的话，他说数据显示，给你一大堆的数字，这在活泼型人讲没有这回事儿。他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啊，比如说晚会呀，或者聚会呀，他们是灵魂型的人物，到哪儿呢都是主角。比如说你这里搞一个派对，搞一个 party， 本来他是参加者，你知道吗？去参加别人的 party， 但不知道的人，哇，一看他特别活跃，一看到处忙，以为他是男主人或者女主人，他活跃啊，这种人到哪都成为灵魂人物，而且是个故事大王，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，讲起来呢绘声绘色啊，这种特点就是这样。但他们有好的方面，他们很积极啊，任何事情他们都非常的积极，他们天性就积极，而且他体型都不一样，心宽体胖，有活力，这种人不记仇啊。当然有时候他们性格也比较急，因为活泼嘛，沾火就着，但不记仇，跟完美型不一样。完美型的人他记仇，有事甚至记你一辈子，每件事都记得。活泼型过段时间忘了，比如说失恋了，对方不爱他了，哇，要死要活的，我要跳楼啊，我要上吊，我要死，闹了半天没事儿，过两天又找别人去了。那完美型不一样啊，那回到家里痛苦啊，难受啊，
天天望着星空呢，心爱的人你在哪里呀？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？天天想，这种痛久久不能离去。所以跟活跃型不一样啊，活泼型的人，他们通常是不生气，但有时候呢，他生气了，沾火就着，但也不记仇啊，跟完善型的人、完美型不一样。那这种人呢，他喜欢艺术啊，爱好艺术，而且爱好很广泛。记住啊，只是爱好，不是特长。他们特别喜欢尝试新的事物，而且呢，他们生活当中重视享受，因为他情感外向啊，他到哪很有魅力啊，他喜欢享受，喜欢他活在今天这个世界，他不愿做规划，不愿按时间表行事，他喜欢活在自己的外向型的情感当中。吃葡萄都不一样，那跟完美型的人要看活泼型人吃葡萄，那两人就吵架。完美型人会教你葡萄的正确吃法，一大串葡萄，先剪一小只，拿到手里吃。哎呀，这样看整体葡萄很美呀，很漂亮啊，这是完美型人做的。活泼型哪管这个，一大串葡萄随便拿着吃，最后呢很惨啊，在完善型完美看来是惨不忍睹。你看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因为这牙膏吵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活泼型人跟完美型人挤牙膏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完美型人怎么挤牙膏？从下面挤，一点再挤上来，而且每次用量都是固定的。活泼型不一样啊，拿点膏，直接挤出来。那完美型看很难看呢，你把这牙膏挤成这样呢？他不就挤牙膏吗？我怎么挤都可以啊。他难道你不会这样挤？他这样挤有什么区别？不都是出牙膏吗？啊，两人就吵架。好了，活泼型离开洗手间，完美型进，你看他那牙膏，哇，这惨没度，太惨了。好了，又一点点挤回来，好的放那里。结果第二天，活泼型进到洗手间，继续还是这样，然后吵架了。难道你不能好好挤吗？我已经给你示范了挤牙膏的正确方法，你别这样，而且我帮你都做好了，难道你不能珍惜一下别人对你的关心跟工作吗？那活泼人想，我怎么挤不就出牙膏吗？那我这样又怎么了？你挑什么毛病？大不了离婚，这活泼行吗？两个人吵来吵去，他随意就说了一句，没什么想法，意思是什么？想让你传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会严重到离婚的地步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活泼型是先说后想，而完美型是先想后说。你说完之后，他也会想很久。你说完之后得想了，哟，要离婚，这是不是蓄谋已久了？用挤牙膏的事情调整中来暗示我呀，他就会当真了。所以各位，真的有人因为一支牙膏就离婚了，忍受不下去呀？为什么？性格不一样啊。所以活泼型的人跟完美型人，两个有时就是天敌呀，因为他能说呀，他说的每句话几乎都经不起完美型的人对他的推敲，有时说的海阔天空，不合逻辑。但这种也有优点，他们喜欢尝试新的事物，他们喜欢帮别的公司开业，哇，有什么新事儿啊、新的活动、新的项目、新的生意机会，他们会一拥而上，不加思考，直接上。但是有些人三分热血，当这个公司比较稳定了，进入常规了，不好玩了，那他就没意思了。
就跑了，帮别的公司开业去了。而且作为一个创业者，如果一群人都是活泼型的人来创业，这个公司通常很危险，因为他们觉得好玩啊，高兴啊，活跃啊，想起什么做什么呢？所以这个公司很好玩，气氛很好，但通常不赚钱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像兄弟般的合伙，就像仇人般的散伙。为什么？因为中间里面少了一个人，就是完美型人。跟你说，张总，万一就少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哈，活泼型的人，不管在家里，在外边，他的个性都是感性的、外向的，但也是积极的、乐观的。不好的、不可控的方面是他们缺乏像完美型的这种逻辑思维，他们缺乏这种仔细的思考。但这种人呢，很有动力，很有干劲，在群体当中能够带动，所以需要在组织当中有人把这些人统筹起来，让他们具有统筹的思想，这就会发动，会带动。你比如说做市场的、做行销的、做推销的、做推广的，最开始上的、跑市场的都是这批人，他活跃，如果再加能力，那更不得了了。好了，这是活跃型的整体的特征。那接下来呢，想想自己在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活泼型的人，尤其大 S 的人。方才呢有很多 S 超过20以上的人，那说明你更具有这种典型的特征。我们先来看第二种人啊，那为了便于大家能够了解和记住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屏幕吧，把这个发出来，这样便于事后各位可以照一个截图。这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哈，别的地方没有，这是俺们老师总结的一个顺口溜啊。好，大家记一下哈，这样也便于将来呢大家做一个截图。因为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这一段，所以呢大家看一下，做一个了解。好，第二种，完美型或者完善型。好，现在 M 占第一位的举手确认啊，来举手确认，哈哈 ，M 占第一位的，有哪些是 M 是占20个以上的啊？也有占20以上的。好了 ，M 呢，我们就是完美型，也叫完善型。这种呢，他们生活当中非常严肃，而且呢，但他们有规律，做任何事都很紧张。他们很礼貌，很忠诚，做事呢很得体，有那种绅士风度，而且想事情比较周密，比较严谨。他们在生活当中对自己要求很严，而且不但对自己要求严，对别人要求也严。他们既怕别人不在意他们，又怕别人太在意。那这种人呢，他跟活泼人比，活泼人他说话是先说出来后想，而完美型的是一定是想好再说。他思想多，他想了很久才跟你说。所以，如果你身边有完美型的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认真听，仔细考虑。记住，活泼型的人很愿意承诺的。好，过2天我给你拿这个东西，跟孩子也承诺，过2天我带你去公园，
过两天就忘了。那如果你面对是一个完美型的人不得了，他会记住的，而且每一次都记住你跟他说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哪个你做了，哪个没做，他会对你有想法有意见。所以完美型的人，他们对自己要求严，对别人严，他们做人都有规划的。但是不好的方面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先想后说，先想后做，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怀疑、敏感。如果说活泼型人喜欢赞美别人、肯定别人，经常说别人的好话，甚至在完美型看来，好像近似于恭维、拍马屁，其实不是，他就这样性格的人。那完美型人，他们在生活当中很难去赞美别人。如果真的赞美你啊，你要好好的珍惜啊。第一，他是真心实意的；第二，他非常精准；第三，他考虑很久；第四，那可能对周围所有的人，那是对你最高的评价，你要好好的珍惜。这种生活当中很整洁，很节省，做任何事情都很有条理，他有条不紊去做一件事情，不但在家里，在外面都是一样的。不但对事儿对人也是一样的，他们对事儿很在意，对人也很挑剔。他们交朋友跟活泼型是不一样的，活泼人没事都是朋友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来都是哥们儿，都是朋友，一起来。他不是，他交友非常慎重，而且在生活当中善于分析、善于逻辑、善于梳理。这种人呢，他想问题，活泼型的人是比较表面的、肤浅的、不系统的，而完善人的深刻。有时候因为太深刻了，他往往内心很矛盾。他们对人、对事儿、对物是高标准，因为高标准，有的时候别人在他面前很痛苦。如果你身边不管在家里、在外面、在团队里有一个完美型的人，哇呀，尤其对活型来讲，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他要求你啊，不能要自己，还要求别人。那完美型特点呢？他思维缜密，这是好的方面，有条理、有计划，好的方面。但有的时候因为顾虑太多，容易消极，容易忧虑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可能难以产生行动。他们活在自己的内心，有的时候他们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，而迟迟不给行动，他完美啊。所以说，我说活泼型的人，他是外向、多言者、乐观。那么完美型的人，他们就是内向，内向。活泼型是外向，他是内向。活泼型是多言者，而完美型呢，他是思考者。活泼型是乐观，完美是悲观。所以了解他们的差异，这两个呢是互相矛盾的，是相反的这种性格，这是完美型的特点。那完美型的人呢，他不但要自己这样，我要求别人也是你这样，你必须这样，你不符合他的标准，会让你生气的，看不惯你的。所以说，完美型的人跟活泼型人，两个人如果真正生活在一起，有很多矛盾，还有很多交集哈，我们可以来了解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，看一下艾梦老师为你总结的完美型的人特点。回头你可以做一个截图啊，反复了解哈，因为任何一本书都没有。当然，要想描述完美型人，太多了，千言万语，够写一本书了。你记住主要要点，别的呢你可以去推理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二种类型。第三种类型
C 占第一位的举手确认一下，有没有大 C 20以上的？每一次我在课堂里面发现呢，给创业者讲课，给老板讲课，举手的过程当中，到 C 的环节都是最多的。所以田安老师课程都是干事的人，都是有活动能力的人。那如果说活泼型的人是外向、多言者、乐观；完美型的人是内向、思考者、悲观。那么 C 是力量型，他就是外向、行动者和乐观，这是他的点。那 C 型性格的人呢，他们是力量型，他们很自信、很坚定，他们任何事情都要显示自己的权威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你看，你就是听我的了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。但是如果你不听他的，他会显示权威。就是因为当初你不听我跟你说的话，所以你现在变成这样。那有的人更狠呢，如果你再不听我的，所以力量型的人，任何场合都显得他自信、坚定、权威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很对，他们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，不管在外面在家里就是领导者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他因为太自信了，有时候也变成自负啊，有时候产生矛盾呢。通常来讲，男人最不喜欢女人说的3句话，情感事业当中。第一句话，有时候能力型女人喜欢这样说。第一句话，你总是这样，哇，这句话够狠，这可能2次、3次，不是总是啊。你总是这样，哇，这句话很狠，很伤人。第二句话也比较有杀伤力啊，我算看透了你这个人，哇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第3句话更有杀伤力，这力量比较显著。如果没有我，还有你的今天，干掉了。所以不是说你错了，是你说话的方式，因为他是对的，觉得自己他没有错，而且力量型的人从来不道歉的，跟活人型不一样，活人喜欢道歉，他们喜欢道歉，然后可以接着犯错。这个力量型的人不道歉，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错过啊，道什么歉？而且他们反对，他们不喜欢弱者，他不同情别人，因为他们自己很强啊。我看到很多那种力量型的，一辈子没有得过病，他看到别人哇，一会儿这儿痛，一会儿那儿痛，他觉得无病呻吟，有病是弱者，他没病，他们一辈没得过病，但有一点呢，他们得病就是大病，就卧床不起了，因为他好强啊，他们是工作导向的，珍惜时间，好动，快捷，而且他们比较容易忽视人际关系，因为他们就通常我们说个性比较强。同时呢，力量型人他们跟活泼型来讲，他们都性急，但是力量型人有的时候是烦躁甚至暴躁，活泼型有的时候可能是条件反射，马上就反应了。力量型人不条件反射，他会累积能量，就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他反对你，他暂时呢可能是你不管说什么，他不条件反射，但他累积在内心里边，他沉默到一定阈值爆发，就一爆发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力量型人通常脾气很暴躁，而且这些一旦发作起来不可控的，一旦爆发很难驾驭啊。你看，如果你 C 型性格的人，你回想一下，
你回想一下，你那爆发的场景，而且很多人打人呢，轻者摔东西啊。那 C 型类型的人，你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摔过东西？来，你们举下手，摔过手机的举手。你还摔过什么？有的人摔过电视机，有的人砸东西，甚至有的人打人，都是吗？这种爆发。但是力量型的人，他们很注重方向，在生活当中、事业里，他们有方向，而且他们行动力非常强，所以他们很难放纵自己。他们可以为一个集体而战，有非常强烈的集体的荣誉感。他们有自己非常崇高的动机和价值取向，他们有自己的主见，他们的生活当中不怕挫折，跟活泼型不一样。我觉得很好玩，但一旦遇到某一件困难，他能跨越就跨越了，不能跨越他就躲了，就闪了，就走了，就放弃了。力量型较劲儿，越挫越勇。我就不信，他们这样的话 ，Come on，keep going，都是这样的话语啊。我就不信我做不到，所以这种人呢，越挫越勇。但有一点呢，如果他的价值想不正确的话，就像我们讲沉没成本里面，有的人投资了，做创业者做满做生意，他不提那个鞋，不信那个劲儿，就相信自己，我一定能做成。如果你走在错的方向，你的成本很高。如果人生的战场都选择错了，那你计获胜利有什么意义？所以这是力量型要注意的一点，因为他们有主见，他们特别强调价值，他们很难放松，有的一辈子都没有放松过，闲不着，必须找个事儿做，在外面做事，回到家里也做啊，尤其这几个月一隔离之后，把家里所有事都干完了，把将来几年的事都干完了。其实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你看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，叫能力型的人啊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大屏幕啊，将来各位可以做一个截图来了解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，还有别人是不是类型，就是力量型 C 型性格的人，总的来讲是外向、行动者、乐观。佳木老师帮你总结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种性格的人。为什么先讲活泼型呢？他急呀，你得向他讲了吧，把他讲完就安顿好了。然后完美性讲，我到底什么样呢？他喜欢想啊，你不讲，他一直在那琢磨，他琢磨久就痛了，就烦了。所以我第二把他讲了。那能力型的人他喜欢做呀，那把他也说了。为什么最后一讲和平型呢？他平稳呐，无所谓啊，差不多啊，还可以呀，经常这样啊，所以最后就讲他呀。其实讲到这里，我们时间快到了，应该下课了。不讲了，我宣布下课结束了。那平稳型的人和平型没什么意见，那他平稳呢，无所谓，他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。所以和平型的人就是 P 占第一位的，总的来讲是内向，是旁观者，悲观。他们很平和，很休闲，而且呢，平时朋友多，但他的朋友跟活平朋友不一样，他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。他呢，平时活平到哪一定要引起别人注意，别人不注意他，他觉得没价值。
觉得不重要。别人越重视他，他越高兴，越喜欢做一些事情。和平不一样，他不喜欢别人重视他，也不喜欢别人注意。但如果你真不重视他，他也会很伤心的。只是平时他不争，他比较缓慢，比较安静，他喜欢旁观。而且呢，这些人他善良啊，他没有害人之心呐、你看在竞选当中，活泼型的人骂来骂去的，完美型人互相算计，力量型人互相打，有的你看争论时候甚至动手。这位看哟，和平型人在旁边，他喜欢旁观，喜欢看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他容易当领导啊。哎，你看吵累了，算计累了，打累了啊，你看他不错，那他当领导吧。所以我说，和平型的人也能在一个团队当中当上领导，因为他有协调作用，他这个和事佬，他不喜欢矛盾，不喜欢冲突，而他善于调整矛盾，他可以面面俱到，是个好邻居、好同事、好伙伴、好先生。这种人呢，他优点是很机智啊，也很幽默，但他的幽默跟活泼幽默不一样。活泼人讲完之后自己哇哈哈大笑，别人不觉得什么好笑的，他自我陶醉了。而和平型人呢，他讲完之后自己不笑，别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所以和平型人往往是黑色幽默。他们如果真的身居领导岗位，他们也是个好领导。他们很随和，他们喜欢生活在生活当中平静当中，过比上不足，比下有的生活。他们容易知足常乐，做事情很有耐心，他们坦然自若，而且呢，他们很有情绪，他们遇到任何事情很冷静，他们注意聆听，注意关心别人，他们也不会发怒，他们情感丰富，但是往往也藏于内心。这是和平型的人。讲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，安木老师帮你总结的哈。你看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人？我们有4种不同的性格，这4种不同的性格，有的时候你是哪一个是主导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哪做次要。4种性格大多数人都有，你在分工当中4个字母都有，也有没有的。我们看到个别情况，个别人没有0或者很少。总体来讲呢，像活泼型的人，他们以说为主；完美型的人，他们以想为主；力量型的人以做为主；和平型人以看为主。活泼力量型的人，总体来讲，他们比较外向，比较乐观；完美型的、和平型的，总体来讲比较内向，比较悲观。活泼型的跟和平型的人，他们比较感性，而完美型的跟力量型的人比较理性。所以平常大家不分嘛，这个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？所以各位呢有一个总体的看法。那么如果你是 S 占第一位的 ，M 占第2位的，就是活泼完美型。如果 S 第一位 ，C 占第2位，就是活泼力量型。如果 S 第一位 ，P 占第2位的就是活泼和平型。其他的你自己去组合，第一、第二的就主导的哪种类型。那不同类型的人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要和平的相处。只有了解自己，你才能够接纳别人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了解性格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会再强求别人认同自己。有的人性格特征很强啊，一定要别人认同我。你了解性格之后，你发现他就这种性格，所以你不要强求别人认同你，你也不用刻意扭曲自己
去迎合别人，你就是你，独一无二的你，你有你的英雄本色，也有你的盲点误区。但在生活当中，很多人呢，为了迎合别人，给自己呢戴上了一个面具，戴一个面具，给别人印象是这样的，实际呢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开始呢，你要摘掉你的面具。有的人呢，在外面看是这样的，但实际这样的。有的人戴着面具，甚至有的人为了迎合周围的人，戴上双重人格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要卸掉你的性格假面，这样才能帮助自己真正的获得成长。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相处不容易。如果你不知道性格有差异，不去了解和关心别人，那么你生活的很艰苦，很难，不容易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每天都碰到不同性格的人，那怎么样使不同性格的人能够在一起愉快的相处？大家都知道一个名著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里边有4个人物是谁啊？对，唐僧，还有沙僧，还有猪八戒，还有孙悟空。那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性格分析，那各位想想看一看，这4种类型有哪种性格？首先来看沙僧是什么性格？沙僧做什么事情啊？你看整个印象当中对你的印象，沙僧他就是挑担，对吧？还有牵马。各位啊，默默奉献13年了，那取经路是13年嘛，所以沙僧属于和平型。那唐僧呢，就不用说了。唐僧你看整个电影当中活得严肃，执着于目标，这个人什么类型啊？对，完美型啊。他有自己很强的价值主张，而且呢有计划的，从来不偏离目标的追求一件事情。那猪八戒什么类型？这猪八戒是力量型。我们看一下猪八戒做什么事情。猪八戒在整个《西游记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哇，活跃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有时候呢喜欢撒娇泡妞。这是猪八戒，对不对？猪八戒哄人家开心，喜欢尝试新的事物。其实猪八戒属于活泼型的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有一项网络调查呀，问这女孩子说，如果《西游记》里4个人物你一定要嫁给一个人呢，你愿意嫁给谁呀？你知道大多女孩子选择谁呀？猪八戒呀，选择猪八戒让自己开心的快乐，因为有的人喜欢活跃型的人。那当然了，孙悟空就是纯粹的力量型的人，他做什么？积极主动，不得空闲。人到哪儿呢去，是吧？先行一步去了，我到那儿打打杀杀，猪八戒也打，但是比划就完事了，剩下就交给孙悟空了。那交给力量型的人，交给他没事的时候呢，你看孙悟空也闲不着，翻跟头，一会儿看这儿，一会儿看那儿，完了翻跟头就走，能做事啊。所以为什么唐僧给戴个紧箍咒呢？那力量型的人得有一定的计划，有一定的束缚，有一定的规范。不戴紧箍咒，他就自己乱斗乱闯吧。所以你看，生活当中跟名著、跟历史都是一样的，他们让我们对性格、对人有些了解。其实如何跟不同人相处，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啊。我们还可能有一讲跟我来分享，我觉得那个才重要。但你了解了性格之后，不同性格如何相处才最为重要。中间有些技巧、有些方法。那最后呢，跟各位分享个小故事哈。说有4个死刑犯呢，在行刑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断头台呀，铡刀会下来。结果比较巧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在行刑过程当中4个断头台
同时被卡住了，到了中间就被卡住了，这不能行刑啊，4个人执行不了啊。那一个人就禀报国王啊，国王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也太巧了，居然4个同时卡住了，这种情况是没有的，那一定是天意呀，一定是这4个人命不该绝。所以国王下令当场释放，宣布无罪。4人当中其中一个人一听到消息高兴啊，哇，太好了，今天我请客，所有人都参加，我来。那各位，这什么样的人啊？哪一种类型呢？对，活泼型的。然后第二个人说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这绝对不是我的错，怎么是我的错呢？我没有错。什么样的人？一听就知道永远不会错的力量性的人。其中第3个人，他说这件事情啊，我不怪任何一个人，其实每个人呢只不过尽了自己的职责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对，就那好好先生嘛，和平型的人。然后最后一个人说，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呢？应该派人检查一下，为什么他被卡住了呢？为什么到中间就掉不下来呢？这都是什么人？就是凡是闹一个究竟的、刨根问底的、给个说法的完美型人。一母生9子啊，9子各对，江山易改，对，本性难移，没说不能移。如何让自己的性格适合团队、适合环境、适合社会？如何借你的性格过一个完美的人生？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聊。下一次互动课堂，我们再见。